间那个穿的阔绰，他们是肥羊，别放跑！别杀我，她是太子太傅女儿，抓她之前，抓她！沈郎，我害怕。沈鹤，你做什么？走，快走！阿姐小心！哎呀！柳依依，怎么是你？我们斗了半辈子，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刀？沈初离，我快不行了，我有句话憋了一辈子，一定要问你。你说，我自问入府以来循规蹈矩，不敢有半分逾矩，但是为何入府那日你不光不见我，还要将我安排在那个杂草丛生的破院里？你在说什么？那明明是沈鹤说你。沈鹤，原来一切都是你在挑拨离间。你怕我母家尊贵会为难你的宠妾，竟故意制造误会，让我们斗个鱼死网破。这是哪儿？这是什么时候？夫人，那个表妹刚进府，她说她身体娇弱，今日就不来见你了。还有，大夫特意交代过，说她这个病要常晒太阳才好。表妹瞧着想住你这个朝阳的院子，你看。沈鹤，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夫人，依依她毕竟是自打你说表妹要来府上借住，我知道女主人的哪天不是在操心？我又是亲自给她挑院子，又是盯着下人精心布置，费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结果呢？她柳依依进了门，非但不来拜见我这个女主人，一张口就要抢我的主院。沈鹤，这已经不光是没有规矩了，这是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她只是身子弱，没想那么多。她没想那么多，她明显就是知道你我夫妻感情不和，想要挑衅于我。是的，我与沈鹤感情不和。我父亲是太子太傅，我从小身份尊贵，而沈鹤出身没落世家，虽模样俊俏，满腹才华，却屡屡不得志。我们本该没有交集的，但发生了那件事。娘娘，臣女心悦沈鹤，求娘娘恩典赐婚，成全臣女的心愿。你这身份地位，当真认定了他？是，臣女认定，这定会是一段好姻缘。沈郎，你我已是夫妻，你何必总是对我这般客气？夫人身份尊贵，礼数自然不能废。可我总觉得你对我尊敬有余，爱意却不足。夫人多虑了，早些歇息吧。那个夫人，我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那表妹柳依依因为身体原因，想来京城借住一段时日。借住？沈鹤，你这副模样可不像提起亲戚，倒像是提起心上人。你胡说什么？我只是顾念亲戚情分。原来你不是跟我没有感情，是这心里早就住进人了。那个心上人就是你这位表妹吧？既然你都猜到了，我也就不瞒你了。表妹身子骨弱，住不得阴冷的院子。你这主院朝阳，你就挪挪地儿，让她住了养病吧。沈鹤，我在这憋着气没处撒，你倒好，转头还敢替他来要我的院子？不过是个院子，你身为正妻，大度一些又何妨？大度？什么绿茶表妹？他这就是故意要在进门前就让我知道他在你沈鹤心里的地位与众不同，他是诚心在跟我挑衅。既然他柳依依这么不知好歹，还没进门就敢觊觎我的主院，好啊，那我就偏不给他。传我的令，那个早就准备妥当的院子，给我直接赏给偏殿的周氏住。那表妹住哪？那院子可是你费心布置的。至于他，后院那间杂草丛生的破院子空着也是空着，就把他扔到那儿去，让他好好清醒清醒。沈鹤，你真是算得一手好计谋，我到死才看明白，原来一切都是你在中间挑拨离间。夫人，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夫人，关于表妹住主院的事，夫君不必多言。夫人，你若真是不愿意，我这就去回了表妹，让她莫要肖想你的院子。夫君多虑了，既然是自家表妹，我这做嫂嫂的哪能不疼惜？夫人，你这是答应把主院让出来了？院子早就准备好了。你当真不生气？不仅不生气，我还得亲自去迎接她入府，免得传出去让人说我这个做女主人的失了礼数。
依依，这一路颠簸，苦了你了。沈赫有一点说的没错，你确实娇弱的像仿佛风一吹就会倒。夫人，你看依依这底子哪受得了风？快让她进屋吧。明明前日才说会补偿我，如今竟是如此无情无义。夫人，你一个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我在想，你欠表妹的那份恩情，我该怎么替你多担待？这次我要将表妹好好护在身后。走吧，既然表妹入府，我这做嫂嫂的理应上前亲自去门口接她。初离，你这是做什么？你身份尊贵，父亲又是太子太傅，表妹不过一介商户女，哪里当得起你屈尊降贵去接她？那依夫君的意思呢？自然是应该让她来拜见你这个正房夫人才是。沈赫，你这副处处为我着想的模样，真让我心里一阵恶心。夫人，你今日说话怎么如此夹枪带棒的？我这也是为了你的名声着想。礼数和规矩，我自有分寸。这人，我今天接定了。初离，听我一句劝，这错不在你，是表妹自个儿骄纵不守规矩，哪有进门不先拜见主母的道理？所以呢？你出身尊贵，父亲又是太子太傅，若是你这会儿亲自去了，万一跟他撕破脸皮闹起来，岂不是有失你的身份？上辈子我就是信了你这番鬼话。夫君，你多虑了，毕竟那是你的表妹，我既然爱惜夫君，自然也不会计较这些琐碎礼数。初离，你是不知道，表妹这人骄纵无礼的很。她刚才私下里不光开口要你的主愿，还张嘴就要你的那些珠宝首饰。哦，她还想要我的首饰？我这不是怕你听了生气，才一直没敢跟你挑明吗？好，夫人，你先回屋歇着，我这就去教训她，待会儿一定带她来向你赔罪。听说嫂嫂早就为我备好了精致的院子，我还没来得及去拜谢呢。可谁能想到，就算我上一世那样对你，最后挡在我身前的还是你。别动我！她是当今太子太傅的女儿，身份尊贵无比，你们将她抓走，能换一大笔银子。放过我们，我们不值钱，我们真的不值钱。沈郎，你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还是个千金小姐，那正好，兄弟们，她留下，剩下的你们几个给老子滚！沈赫，你疯了吗？你把她一个人留在这狼窝里，她一个弱女子还能有活路吗？依依，快走，别管她了。即使你再讨厌她，她也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沈赫，你讨厌我，你竟然讨厌我！指出了我自认入府以来，循规蹈矩，不该有半分逾矩。但是为何那日你不仅不见我，还要将我安排在那个杂草丛生的破院里，那样折辱我？为什么？你在说什么？那明明是沈赫说你……原来全是他，是沈赫，一直在中间挑拨离间。没想到嫂嫂心疼依依，竟然打算亲自出来接我了。这种姿态，若不是前世相处这么多年，连我也瞧不出来是装的。夫君，表妹这不是挺懂礼数的吗？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张口要我首饰的骄纵之人了？哟，表妹这架子还真是不小啊！竟然我们夫人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不知表妹这到底是借了谁的势，才敢这么大的排场？周氏，你在这胡说什么？婢妾哪敢胡说？表妹初来乍到，在这府里无人无姬的，除了仗着爷的宠爱恃宠而骄，还能借谁的势啊？周氏啊周氏，你真不愧是沈赫的心头爱，连这挑拨离间的路数都跟他一模一样。主人们还没说话呢，哪有你一个妾室插嘴的份儿？你刚才说表妹借势，那你现在又是借了谁的势，敢在我面前嚼舌根？夫人，你竟然打我！夫人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发这么大火做什么？怎么，夫君心疼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动手打人？这若是传出去，还有什么体统？体统？一个妾室也敢当众编排正经亲戚？这府里若是没了规矩，那才真是没了体统。夫人，你今日到底是怎么了？平白无故发这么大火，传出去像什么样子？怎么了？不过是死过一次，认清了现实罢了。表嫂息怒，都是依依不好，让表哥表嫂等了这么久，实在是不妥，还请表嫂千万不要见怪。这眼神，难道表妹也重生了？她是怕这人多眼杂，
今日的事若是传扬出去，怕是又要生出什么事端，坏了名声。表妹说的是哪里话？咱们都是一家人，什么见怪不见怪的。奔波疲劳，表妹你身子弱，快随我一同去歇着吧。表嫂，咱们这是往哪儿去？这路瞧着倒像是往你歇息的主院走的。到了，依依，就是这。表嫂，这明明是你的主院啊，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夫人，你这是何意？依依初来乍到，你带她来主院，难道是想……夫君急什么？你不是说依依最爱我这朝阳的院子吗？依依，你确实对她了解太少。当初我俩初相识，为了挑拨咱们，她可是在背后做了不少好筹谋。表嫂，你在说什么？表哥他做了什么筹谋？不急，进屋坐下，一会儿就能见分晓了。依依，这院子你瞧着如何？可还称你的心意？表嫂，快莫要开玩笑了。我虽出身商贾之家，但基本的规矩还是懂的。我只是来府上借住一段时日，哪有占主家院子的道理？这万使不得。哎呀，沈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夫人，你先前不是口口声声跟我说表妹体虚受不得寒，得时时晒着日光，这才一门心思想住我这朝阳的院子吗？怎么现在表妹自己倒说不知道了？表哥，我何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何曾想要表嫂的院子？对，确实有这么回事，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一听说表妹你要来京城，我实在是高兴的被惊喜冲昏了头脑，总想着要给你准备府里最好的院子落脚，这才心急之下跟夫人谎称是你要的。是我考虑不周，还望表妹见谅，莫要为了这点小事坏了大家的情分。沈赫，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倒是一点没退步。沈郎这话说的可真是坦荡，倒显得我是那个小人之心，过度揣测夫君的一片苦心了。夫人言重了，我只是太高兴了，知道依依要来，我这脑子就跟被惊喜冲昏了头似的，只想把最好的都捧到她面前，这才跟夫人撒了谎。哎呀，老爷对表妹这番心思可真是让人羡慕。表妹听了，心里怕是早就甜得化不开了。沈郎这话确实感人，可若是为了准备最好的，也不至于往表妹身上泼脏水。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方才在主院门前，沈郎可是亲口跟我说，表妹不仅骄纵无礼，一张口就要占我的主院，甚至还贪得无厌的找你要我的珠宝首饰。怎么，沈郎，这些污蔑表妹的话，难道也是你被惊喜冲昏了头脑才编出来的？什么？表哥，你竟然是这样跟表嫂说我的？在你眼里，我竟是那种贪婪无理之人？依依，你听我解释，我那是……我也想听听沈郎到底要怎么解释这种一边说着疼爱表妹，一边在正妻面前把表妹抹黑成毒舌妇人的惊人之举。表哥，你说话啊！你真的这么说过我？依依，你听我说，这都是因为……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是一个可以随意让你编排、往身上泼脏水的贱人吗？不是的，是因为前几日夫人为了你住哪间院子的事，一直与我争执不休。可今日夫人的态度突然转变，竟然要亲自接你，我一时慌了神。我怕夫人对你有什么误解，怕她之后会变本加厉的为难你，我这才一时失言。哦，沈郎这一片赤诚之心，当真是感天动地。你竟是因为怕我误解表妹，才故意在我面前把她说的那么不堪。确实如此，我这一片苦心，夫人难道不明吗？我还以为沈郎是存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心思，在这左右逢源，两头点火，有意挑起我跟表妹之间的争斗，好让某些人坐收渔翁之利，另有所图呢。夫人，婢妾不敢，婢妾什么都不知道啊。沈郎，你这出戏现在该怎么圆下去？表哥，你的苦心，我今日算是领教的清清楚楚。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另有所图？夫人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呀，沈郎，你这是怎么了？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怎么变得这样不经斗了？说什么？我不过是随口胡说，跟你讲个笑话而已。难道沈郎当真了？还是说我这笑话偏偏戳中了谁的心事？依依，你怎么这样看着你表哥？没什么，只是突然觉得表哥这张脸我看不太真切了。表嫂，我现在总算彻底明白了，上辈子不是先前你为何要在大门处那样待我，为何要把我安排在那个杂草丛生、荒凉破败的后院？依依，你在胡说什么？我在说，幸好今日表嫂接了我，否则我怕是死在那杂草堆里，还要对表哥你感恩戴德呢。沈郎，既然刚才误会也说开了，你那些所谓的惊喜和胡言乱语，大家也都领教了。那么现在，咱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议议正事？什么正事？还能有什么？自然是这院子啊！既然你现在也觉得先前的做法大大的不妥，那当着大家的面，你且说说，表妹到底该住哪间院子才合适？沈郎怎么不说话了？难不成你这心里还存着什么两全其美的妙计？这总归是要商量着来的。商量？我看沈郎私心里是巴不得我和表妹像刚才那样闹得不可开交，好让你顺理成章的把这最好的院子给了周姨娘，对吧？夫人，你越说越离谱了。离谱吗？周姨娘，这主院旁边的那个院子，你私底下怕是已经布置了许久了。那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哪样不是你精心选的？夫人，婢妾只是帮老爷分忧。分忧？你这是在这儿等着鸠占鹊巢呢？沈赫，你和周姨娘那点私底下的约定，真当我这个做正夫人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沈郎，怎么不说话了？刚才不是还口口声声说要把最好的都捧到表妹面前吗？现在这主院旁边的院子就在这儿，你倒是表个态啊！夫人，你今日确实转了性子，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也无话可说。夫人不是一早就给表妹准备了别院吗？既然那儿也是精心布置的，依我看，表妹不如就住那里吧。一起。周姨娘这是怎么了？沈郎为了府内安宁，忍痛割爱，你倒先委屈上了。婢妾不敢，婢妾只是觉得老爷的一番苦心。苦心？既然是苦心，自然得用在正途上。上辈子，不是先前你们百般计谋算计，不就是想踩着我和表妹的名声，住进那最好的院子里，去享那些本不该属于他们的福气吗？夫人，你这话越发让人听不懂了。听不懂没关系，但这辈子属于别人的东西，你们谁也别想再抢走一分一毫。多谢表嫂，依依很喜欢这处院子，喜欢就好，总比住在某些人嘴里的朝阳主院要清静得多。依依，你看这海棠开得正艳，这满院的景致比起那憋屈的主院，倒更有一番意趣。表嫂费心了，这里的阳光暖和，景致也确实分外美好。依依，你看那边，有人这心里怕是跟猫抓似的。表嫂，我看周姨娘盯着那几盆白凤菊，眼珠子都快掉进去了。她那是借物思人呢，还是借花喻己？她前世不，她平日里不就最爱白凤子吗？沈赫可是不止一次当众夸赞，说她的周姨娘人淡如菊，不争不抢，是这世间最清高的女子。人淡如菊，若真不争不抢，又何必费尽心思把这些心爱之物都提前搬进这别院里，在这儿宣示主权呢？看来这便是她当初为自己精心挑选的爱花了。她以为这院子板上钉钉是她的，
连心头好都提前挪了过来。周姨娘，既然你这么喜欢这白凤菊，怎么不干脆搬回你那偏殿去，非得在这儿恋恋不舍的？倒叫不知情的人瞧了，还以为我这儿是什么强人所好的地方。表嫂给我准备的这院子确实极好，尤其是这海棠开得正盛，真是满园春色遮不住。只是这窗台上的白花看着死气沉沉的，跟这满院的海棠比起来，实在是格格不入，倒胃口的。表妹，这花清新脱俗，老爷平日里最是称赞的。周姨娘，主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依依说的对，这些一准儿是那些没眼力见的下人布置的。他们眼界浅薄，懂什么美丑，只知道弄些丧气的玩意儿来凑数。沈郎，既然依依现在住进来了，就该当成是自己家。这院子里的一应百件花草，若是看着不顺眼，该怎么处理，都由依依自己看着办。你说是不是啊，沈郎？正是。既然依依不喜欢，那就看着处理吧。这个成色太次，扔。还有这屏风，花样老旧，撤下去劈了烧柴吧。求求皇上，都麻利点儿，按表妹的意思，把这屋子里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全部换个彻底。这茶具怎么是青花瓷的？看着一股子俗气。我用惯了白釉，这种次品也敢摆出来？哟，这茶具瞧着精细，莫不是谁送的？那是爷前些日子……管谁送的，我不喜欢，扔了。这床单怎么是蜀绣的？针脚粗鄙，看着就扎人。我只喜欢苏绣。还有，这柜子上怎么还放着只破风筝？大惊小怪的，简直掉价。通通当做垃圾给我扔出去，一件也别留。沈郎，你怎么这样看着周姨娘？莫不是心疼这些垃圾了？夫人说笑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依依喜欢最重要。周姨娘，看你这副肝肠寸断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抄了你的家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们的好日子可还在后头。今日这不行，我不能混血。既然表妹已经安置妥当，夫人，我这衙署里还有公事，就先失陪了。老爷，婢妾也身子不适，先行告退。跑得倒快，再多看一眼，怕是真要在小辈面前哭出声来。表嫂，你说人怎么能伪善到这种地步？看清了，从前我只道表哥是贪生怕死，在那土匪刀口下没担当，危难关头将我二人抛下逃命。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一条毒蛇。前世初见的时候，我那样责你怪你，处处觉得是你容不下我，这一切竟然全是他沈赫在中间挑唆出来的。你以为呢？他若不让你我斗得死去活来，他那心尖上的周姨娘哪能过得安稳？前世初见的时候，我那样责你怪你，处处觉得是你容不下我，这一切竟然全是他沈赫在中间挑唆出来的。你以为呢？
他若不让你我斗得死去活来，他那心尖上的周姨娘哪能过得安稳？可是为什么？表哥他这是为何？我柳家待他不薄，你又是他的发妻，他怎么敢如此算计？还能是为何？当然是为了趁我们鹬蚌相争的时候，他好带着他的周姨娘坐收渔翁之利，既要了我的名声权势，又要了你的乖巧听话。周姨娘，沈赫真是疯了。那个周氏能给他什么？他能像我柳家一样不计代价花重金为他铺路吗？还是能像表嫂你一样动用父兄权势，扶他从一个没落不依走到如今都尉的高位？依依，你这么想，沈赫可不这么想。他从未将你我的付出看作是真心，更不会感激。什么意思？在他眼里，这一切权势富贵都是他靠自己才华横溢、步步算计得来的，甚至连周姨娘对他的那份顺从，他也觉得那是他运筹帷幄的战利品。也怪我愚蠢，被那些甜言蜜语蒙了心，连这点拙劣的算计都看不出来，我竟还傻傻的信他，信他是真的真心想要娶我。什么？沈赫竟然私下里说要娶你？他信誓旦旦跟我保证过的。哼，他当着我的面可是信誓旦旦的说只当你是亲妹妹，还说是因为当初沈家落落，亏欠了你柳家的情谊，他才不得不照拂你。他真是这么说的？何止！前世去香积寺祈福前，他还搂着我温存，说你这段时间受委屈了，向我保证，只要从寺里回来，就立刻把你送走，绝不让你再碍我的眼。沈赫，你这个畜生！一边哄着要娶你，一边骗着要送走你。依依，咱们这位夫君当真是把情深意重演到了骨子里。什么妹妹？表嫂，你且去京城打听打听，哪家的亲妹妹愿意砸下万贯家财，只为了给她一个没落子弟铺平官路？她那张嘴向来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她跟我说，如今她在朝中根基不稳，全仗着你母家身为太子太傅的尊荣。她说若是现在求娶我，怕你身份尊崇会容不下我，难为于我。所以呢，她给了你什么指望？她说等端阳节后，她的官位能再往上升一升，有了底气，便求娶我进门做平妻。结果呢，平妻的位置没等到，咱俩就先双双惨死在泥地里了。依依，你说她在偏殿里会不会也是掐着嗓子对那周姨娘说着同样的话？这样说又如何，不说又如何？表嫂，前世在那土匪刀下，咱们不是早就看清楚了吗？生死关头，沈赫可是亲手把你推出去挡刀，然后毫不犹豫地拉着周姨娘跑了。我们俩死过一次，当然知道。可这位周姨娘，她现在可还做着独宠后宅的美梦呢。表嫂的意思是，你想啊，周氏本就忌惮我身份尊贵，压得她抬不起头。如今府里又多了一个你，不仅有沈赫的救命之恩，还家产万贯能助她青云直上。你说周姨娘心里害不害怕？她若是怕了，定会觉得地位不保，这心里一乱。她这一害怕，若是为了保住地位，做出点什么收不了场的蠢事，沈赫那经营了一辈子的好名声，怕是就要毁在他最心爱的人手里。我明白了，既然沈赫那么爱演深情，那我们就得让他亲眼看看周姨娘是怎么在背后回敬他的。你说的对，我们得让他沈赫也亲身尝尝那种被自己最信任、最心疼的心上人从背后捅上一刀，被彻底背叛的滋味。如今端阳节眼看着就快到了，沈赫成天做着升职加官的美梦，正是他最得意的时候。爬得越高，摔得才越狠。正是，这几天正是该给那位周姨娘好好上点眼药的时候了。只要她心里那根弦崩断了，沈赫的后院可就热闹了。周姨娘，这茶凉了，去换一盏。既然是伺候人的活计，就得有个切实的样子。日日来我跟前立规矩，你没意见吧？婢妾不敢，婢妾应当的。
依依，你看这钗子可还喜欢？前些日子是表哥糊涂，院子的事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这心里始终是惦记你的。老爷，夫人那一巴掌打得婢妾心都碎了，如今他还日日叫我去立规矩，存心是想要了婢妾的命啊！好柔儿，你先忍着点。如今端牙在即，我升迁正到了关键时刻，万不能让夫人母家寻了错处。忍，还要忍到什么时候？周姨娘，手别停，这风小了。看他这脸色，怕是已经忍到头了。表哥，你从前在信里说会娶我，可是真心的？自是真的。依依，你一心为我着想，甚至不惜举家之力为我铺路，能娶得你这样的良妻，是我沈赫三生有幸。可表哥打算什么时候娶我？你说过让我等，我可是接着表哥的信就立刻进京了。这一路风霜，让云舒好等。依依，你当真以为我不想早日娶你过门吗？我也想娶你，日思夜想，都想名正言顺的和你在一起。那为何迟迟没有动作？还不是因为那个沈初离，他仗着自己是太子太傅的女儿，身份尊崇，在这府中处处压我一头。若我现在提亲，他定会百般阻挠。我实在不忍心让你进门受委屈，更不忍心让你堂堂柳家大小姐委身当妾。不过亏得表妹你前几日从南海花重金买回来的那颗稀有银珠，我也打听过了。相府夫人平生最爱此类珍宝，听闻此珠后十分高兴。那南珠当真能帮到表哥？只待端阳节那天，我借机将南珠送出去，借相府的东风，便能让我的官职再往上升一升。你也是知道的，相府自来与太子太傅不和，到那时候我有了相府做靠山，便不再受沈初罗和他母家的挟制。等那日，我便能堂堂正正的向全天下宣布，我要娶表妹你为平妻。依依，到那时再没人能难为你，你觉得如何？表哥，你说的可是真的？依依真的能等到那一天吗？自然是真的，只要端言节那南珠送出去，借了相府的事，这府里便再没人能越过一句。好，那依依就一心一意等着表哥了。虽然听表哥这么说，可依依这心里到底还是空落落的，总觉得像是在做梦一般。傻丫头，怎么会是做梦呢？空口白牙的，万一表哥日后反悔了怎么办？不如表哥将这块玉佩交予我，全当是给依依的一份定情信物，好让我安安心，可好？表哥难不成还是舍不得？胡说什么！若这区区死物能让妹妹安心，我自是可以给你的。依依，这东西贵重，一定要瞒得紧紧的，千万不能让沈初离瞧见，否则又是一场风波。他还在做着端阳节官运成通、左右逢源的大梦，他千算万算，唯独算错了一点。现在的早就不在他那头了。去，把这玉佩收好了，这可是表哥亲手给我的定情信物，说是端阳节后就要迎我做平妻的。动静闹大点，别让府里的人觉得我不懂规矩。可不是了吗？还有祖传玉佩当定情信物呢。平妻？他竟然许了那个狐媚儿做平妻！我跟了他这么多年，等这么多年，他把我当什么了？姨娘息怒，爷刚下朝，正往正厅走呢。去，把他给我叫过来，就算是用抢的，也得给我把人劫回来。沈赫，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在前头受你那正气，日日搓磨百般刁难你倒好，在后头跟你那狐妹子表妹郎情妾意，连祖传玉佩都给了。柔儿，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解释什么？你当初口口声声说让他进府是为了转移沈初离的注意力，好让我不被那正妻难为，现在看来全是假的。你就是看上那个姓柳的了，你诚心想要我的命！你给我小点声，疯了不成？你想让整个府里的人都知道我让表妹来京是另有所图吗？万一传到沈初离的耳朵里，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知道又如何？沈赫，我巴不得现在全府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那点算计，总比眼睁睁看着你娶了那狐妹子强。你疯了！说是闹到沈初离耳朵里，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现在已经受够了，府里有一个身份尊从的沈初离压着我也就罢了，如今再来个能给你铺路的富商表妹。沈赫，你告诉我，我日后在这府里还有活路吗？糊涂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他们从来只有利益而已。一个是为了他家世，一个是为了他的名字。我心里装的是谁？你当真不明白？利益？可你连祖传玉佩都给了他。那不过是稳住他的手段。你以后少听信外头那些风言风语，
听我的，最近先安心待在后院，千万别再出风头，惹恼了夫人。等过几日端阳节后，我升迁事成，拿到了实权，到时候在这府里，你自然会有大把体面的好日子。沈郎，你这些话到底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真的不敢信了。你连我也不信了？沈郎，妾身现在真的怕极了，我怕你最后也会像扔垃圾一样把我扔了。傻瓜，我怎么会不爱你呢？快别哭了，哭得我心都碎了。柔儿，我怎会不爱你？我的整颗心可全都是你的。我知道你最近受了天大的委屈，看着你挨打受辱，我也心疼的滴血。只是，我如今虽然身居都尉官职，可说到底地位低下。为了往上爬，我还得处处依附他人的权势，连保护你都做不到。沈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等过了端皇节，待我彻底投奔了相府，真正掌握了实权，柔儿，到那时候，我必让你成为这个府上真正的女主人。沈郎，你说的可全是真的？自然是真的。柔儿，你才是我这辈子真心想要娶的人。至于沈初离和那个表妹，他们不过是我青云路上的垫脚石罢了。等我利用完了，自然会让他们消失。沈郎，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小姐，昨夜沈大人在周姨娘房中说，柳姑娘和沈夫人都是他青云路上的垫脚石，还说要让周姨娘当府上女主人，等投靠相府就动手。沈赫这嘴真是比那茅坑里的石头还臭，这些话传到耳朵里，真叫人饿死的连茶都喝不下去了。确实是好大的口气，不仅把咱们柳家的万贯家财当成垫脚石，还想把太傅府的脸面踩在泥地里，让他那个新之子周姨娘当府上女主人，简直是痴人说梦。真当我柳依依是摆设，还是当表嫂你是死的？他也不撒尿照照镜子，离了咱们两家，他沈赫算个什么东西？表嫂，他都打算等端瓦节一过就让咱们消失了，你还这么冷静？生气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想，说不准沈赫他这回真有通天的本事，能让他那个周姨娘顺顺烂烂的成了这府上的女主人呢。表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真的……我的意思是，既然他那么想看周氏上位，那咱们索性就推他一把。只不过这女主人的位子，怕是得用他沈赫的命去换，他才坐得稳。表嫂，你的意思是，难不成前世那回要了咱俩命的山匪，竟然是沈赫买通的？不对不对，前世那晚沈赫脸上的神情我看得真真切切，他那个怂样确实是怕极了，那股子尿骚气做不了假，那必不可能是他安排的。是不是他安排的？咱们得找人查查。前世咱俩死在端阳界后的回城路上，那是他最得意的时候。你是说，那时候他升了官，靠上了相府，已经不再需要你了？正是，那时我母家的势力于他而言已是邪者，他自是不愿再忍受。而且听他昨晚对周氏那番话的意思，估计杀妻求荣、杀妹夺财的打算，他早就在心里盘算过无数回了。怕是不能如他所愿。明天便是端阳节，沈赫还做着平步青云的美梦。看样子，你那份大礼已经准备停当了。我可是等这一刻等了许久了，到时候表嫂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我绝不能让那颗花重金从南海千里迢迢运过来的男主给瞎了，他得在最关键的时候送沈赫上路。那必定是一场让全京城都难忘的好戏，也是沈赫和周氏最后的体面日子。那就祝沈都尉端阳大捷。依依，虽然咱们算得周全，可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你确定周氏真的会上钩？他在这府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可不是什么都不会。表嫂，这人呐，只要有了软肋和贪念，再聪明也会变蠢。周姨娘这种人，最经不起的就是替代二字。你有把握？单靠流言蜚语自然不够，那得看表嫂你怎么在这火堆上再给他加点足以烧穿他理智的火候了。周姨娘，这2日瞧你气色不太好，可是为了府里那些风言风语，夜里没睡安稳。婢妾不敢，不知夫人指的是？还能是什么？自然是沈郎娶表妹进门做平妻的事。
看沈郎此番又是给祖传玉佩，又是私下许诺的动静，咱们这府上啊，怕是很快就要添新人了。老爷他或许只是顾念旧情。旧情？周姨娘，你也是府里的老人了，这表妹年轻貌美不说，手里还攥着能让沈郎平步青天的南海南珠。等她进了门，这府里哪里还有你我的落脚地？夫人这话当真？若不是我发现的早，恐依婢妾看，夫人或许是多虑了，没准是那位表小姐自个儿一厢情愿，上赶着倒贴咱们老爷，也未可知呢。当不当真？今日端阳节，你看沈郎给谁撑腰，拿谁的宝贝去求前程，不就全明白了？哎呀，周妹妹怎会如此想？老爷是什么性情，婢妾最清楚，哪能是谁都能入眼呢？可我听闻，两人连定情信物都交换了。妹妹在府里走动，难道没瞧下表妹身上那块莲花玉佩吗？什么？莲花玉佩？是那块老爷从不离身的那块，正是沈郎随身佩戴了很多年的那块。要我说啊，还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表妹最得人心。这份厚礼一给，这满府里的人谁能比得了？哎呦，瞧瞧妹妹这脸色，怎么白成这样了？莫不是被这茶水烫着了？婢妾没事。既然身子不爽利，就赶紧回去歇着吧。今日端阳节，沈郎还要去相府，你可得养好精神伺候着。哎，你听说了吗？老爷这次是真的要娶那位表小姐进屋了。那是肯定的，满府上下谁不知道？两人私底下连定情信物都交换了，这事儿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还能有假？你以为这位表小姐是像周姨娘那样小门小户出身的人家，能随随便便任人拿捏的？想想也是，表小姐家里那是家产物冠，南边的生意做得通天呢。爷要是娶了她，那可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儿。换了是你，你为何不娶？那倒是，比起那个只知道哭天抹泪、半点帮衬都没有的周氏，老爷心里那杆秤准着呢。站住！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回周姨娘，这是给老爷送来的，刚从外面拿进来。沈郎人呢？不在屋里。爷去前厅议事了，还没回来。既然他不在，这盒子我就先替他看了。打开，让我瞧瞧里头是什么稀罕宝贝。姨娘，这不合规矩吧？是爷交代的。放肆！主子的话你也不听了。打开。南珠，这么多南珠。说，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又是送给谁的？回姨娘，这是表小姐家专门从南海运过来的，说是要给爷拿去。刘依依，果然是刘依依。够了，表小姐，又是表小姐，这府里上下是不是除了她刘依依就没旁的人了？给我吧，既然沈郎不在，我会亲自替他把这东西拿过去，用不着你在这碍眼。重要又如何？我是他的枕边人，还能坏了他的事儿不成？姨娘，这不合规矩。大人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说此物关乎他的前程，颇为重要。大人交代过，除了他自己和表小姐，旁人必不能动这匣子。姨娘，您就别难为小的了。你也觉得我一个姨娘好拿捏是不是？连我这个主子的话都敢当成耳旁风啊！小的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我看你就是存心想看我被那个狐妹子踩在脚底下，把东西给我拿过来，否则今日便打死你这没长眼的奴才！
你拿好，小的这就退下。春燕，夫人，今日端严佳节，原本该陪你好好过节的，可真是不巧，我朝中有要事处理，怕是不能陪你了。朝中有事？夫君今日这身藏青长袍倒是格外显气派，看起来忙碌得很。男人在外奔前程，自然是公事要紧。夫人出身名门，想必能体谅我的志向。若是往常这种大节，夫君定会备下厚礼，还要讲明缘由，与我郎情妾意一番才舍得出府。今日倒是利索，连这些虚礼都省了。哎，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那些小情小爱的哪有前途？看来夫君是认定今日之事必成，已经不打算再把我这个太子太傅的女儿放在眼里。夫人说笑了，我哪敢啊！夫君有事自行去忙便是。还是夫人大度。等我回来，定会给你一个大惊喜。夫君，外头风大，公事虽紧，也得顾念着自个儿的身子。夫人今日倒是懂事，你且在府里守着，等我凯旋。往后这京城再没人敢对你夫君指手画脚。那是自然，沈郎如今天大的前程在后头，妾身能为您送行也是福分。爷，东西备齐了，现在就搬上车。还验什么？表妹亲自送来的东西，还能有错？赶紧搬上去，莫要误了相府夫人的吉时。沈郎今日办事当真是爽快，连礼单都不合一合了。有夫人和表妹这两个贤内助，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夫人，回吧。沈赫，你这一辈子都在算计尊严，算计名声，如今你在这飘飘然里放松了警惕，连命门都懒得看一眼。你万万想不到，这一去，宋英迎接你的不是什么相府的东风，而是你亲手养大的心头肉，送你下地狱的丧猪。夫人快救命！沈大人疯了！沈大人一回府就要杀了表小姐啊！慌什么？天还没塌下来。夫人，您快去看看吧，大人在别院动了真格的，那样子像是要把表姐生吞食剥了。既然如此，带我过去看看，咱们这位大都尉在相府受了什么刺激，竟如此失态。刘依依，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害我？啊！你知不知道今日对我多重要？那是相府，那是我的前程。你竟然敢在那种场合给我调包，你竟然敢！那盒子南珠从进府到出门，除了我就只有你碰过，除了你还有谁能动手脚？你一定是因为之前院子的事儿对我怀恨在心，才敢这样肆意报复我，毁我前程。你这贱人，我要你陪葬！表哥，你怎会这样想我？为了你的前程，我连家里的重宝都拿出来了，我可是事事都为你着想啊！沈郎，你这动不动就要杀人的性子，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沈郎，你快先放手！你这是要把表妹掐死吗？这若是闹出人命，太傅府和柳家都交代不过去。这贱人！沈郎，这到底出了何事？你出门时还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发这么大的火？有什么话，我们关起门来慢慢说。回夫人，今日相府寿宴，刘香烟在席间得意极了，说能从太子太傅手里把沈大人拉拢过去，是天大的喜事。大人为了表忠心，也当众透露了花重金买来稀世南珠的消息。两人都迫不及待，非要在众权贵面前把那南珠展示一番。展示一番？那结果呢？结果
结果那匣子一打开，里头装的根本不是什么男主。沈郎，你竟背着我父亲拉拢相府，这就是你说的公事？哈哈哈哈哈！沈都尉有心了，今日这南海奇珍，诸位可得开开眼界。刘向认定我是受了你爹蒋太师的指使，他说我是故意在寿宴上用蛇诅咒，是要当众断了他的运势。沈郎，你这不仅是求官不成，怕是把两头都得罪光。若是这消息传到我爹耳中，你觉得你还有生路吗？查，给我翻遍全府，是谁？到底是谁在匣子里动了手脚？大人，查出来了。那匣子从表小姐房里出来后，在送往大门的半路上，确实被拦下过。被谁拦下了？说！不少下人都瞧见了，那匣子最后是被周姨娘亲自拿回了偏殿，过了1个时辰才重新送出来的。周姨娘？怎么可能是她？她怎么敢？大人，小的反复问过了，那匣子被表小姐的人送出来后，在过垂花门的时候，确实被周姨娘的人给截住了，直接捧回了这偏殿。周柔儿，她怎敢？我不信！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周柔儿，你给我解释清楚！这真的是你亲手换掉的？匣子里的死蛇也是你放进去的？怎么，沈郎现在这副心疼的要滴血的样子，是心疼你那丢了的前程，还是心疼在那大庭广众之下被死蛇吓到了你的那位宝贝心头情人了？什么情人？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耽误我大事了！这是我敲开相府大门的投名币，你这个蠢妇，你毁了我经营了多久的局，你知不知道？是我就是故意换掉的，我就是耽误你去柳依依了。怎么心疼了？沈赫，你看着柳家家财万贯，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吧？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你竟然还瞒着我，私下花这种重金买男珠这种稀罕物质，不就是为了讨那狐妹子开心吗？她有钱，她能给你铺路，你现在是不是恨不得立刻把我这绊脚石给踢开，好让美人开心？周如儿，你这个蠢货，你到现在脑子里竟然还在纠结那些狗屁情情爱爱。情情爱爱，你连祖传玉佩都给了他，现在跟我说这些，你懂什么？我为了保住你，为了让你在这府里安安稳稳的，我对他们好话说尽。我装孙子，我左右逢源，就是为了防着他们两个对你下手，防着那个出身太傅府的正妻，防着那个精明的商妇表妹。我以为我终于要算到头，终于要得偿所愿了，结果呢？我防住了全天下。最后，我竟然败在了我亲手护着的女人手上，真是讽刺，太讽刺了！怎么，你怎么不说话了？被我说中了心事，心虚的没词儿了，对不对？沈赫，你摸着良心问我，你这么多年什么时候给过我这种稀罕物？如今你竟为了那个狐妹子表妹，跑来这儿指着我的鼻子质问我。我这一辈子的筹谋，在你眼里竟然只看得到这些。这些，你把命都快给他了，还要我大度吗？周柔儿，原来你跟我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根本不明白我在外头面对的是什么，你也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沈赫，你给我站住！你把话说清楚！你当真要为了他跟我绝情吗？沈赫，你回来！你回来啊！你竟敢真的不理我了！看吧，这就是他亲手选的解语花。现在他总该知道，这世上最锋利的刀，往往是长在枕边人嘴里的。夫人，这是我托人寻了好久的古画，知道你素来喜爱，特地拿来给你瞧瞧。沈郎今日倒是有闲情逸致。我听说，今日早朝刘向的人在御前又掺了你一本。那都是些跳梁小丑。夫人，只要太傅大人肯在圣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这些刁难算不得什么。美言？
夫君投奔相府，用死蛇精化夫人都传遍威风。如今外头流言满天飞，说你沈赫是个趋炎附势又心思歹毒的小人，我父兄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那都是些跳梁小丑。夫人，只要太傅大人肯在圣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这些刁难算不得什么。美言？夫君投奔相府，用死蛇精化夫人的威风，全京城都传遍了。如今外头流言满天飞，我父兄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表嫂，你瞧瞧表哥现在那副哈巴狗一样的德行，刘相那边恨死他了，官场上的势力波波刁难，他现在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快说说，解不解气？解气？依依，你觉得这就算解气了？这还不够，他这辈子算是在官场上彻底栽了。只有当他落得跟我们前世一样的下场，被至亲推向刀口，在那泥地里挣扎等死的时候，那才叫真正的解气。如今沈赫已是翻不了身了，他手里的权势和名声都已经烂透了。依依，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他欠我的可不止这一间院子，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最想要的东西是怎么一件件碎掉的。表嫂，曾经我真的以为我跟沈赫是两情相悦，情窦初开那会儿，我整天坐在窗前幻想着怎么红绸白礼嫁给他，做他的知心人。后来呢？当真，你这柳家大小姐舍得这京都的繁华姻缘？当真？说实话，没来京都之前，我便听过你的名字，京都第一才女沈初离。那时我坐在南边的阁楼里，就对你心生向往。前世我受人挑拨，鬼迷了心窍，才与你针锋相对。今生能这样与你相伴，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件幸事。既然你主意已定，那我们就再利用沈赫最后一次。还要利用他做什么？我要借他的手，给你一个正式的身份，哪怕是不再嫁人，我也要让他风风光光的把你迎进这沈家大门，让你在这京都站得稳，行得正。全听表嫂安排。夫人，今日这茶色不错，瞧着倒是比往日更清凉些。最近衙署的事儿虽多，但我这心里始终还是惦记着夫人的。沈郎有心了，不过今日既然你在这儿，我也想跟你话话家常，聊聊这府里一直悬着的一件大事。夫人指的大事，可是指柳家表妹？正是，表妹近京也有段日子，一直没名没分的住在别院，外头流言蜚语传得那般难听，说你负了救命恩情，又说我这做嫂嫂的容不下人。沈郎，这名声你还想要吗？我瞧着不如趁现在挑个吉日，由我做主意来，风风光光的迎住悠悠众口，也能显出你重情重义。夫人所言极是，我原也一直为此事发愁，怕委屈了表妹，又怕夫人心里有气。如今夫人能如此大度周全，这乃我沈家之幸。那依沈郎的意思，这身份该怎么改？名分的事，全凭夫人做主。夫人处事向来公道，既然是为了府上的声誉，一切都听夫人的。只要能扭转眼下的局面，让外头那些碎嘴子闭嘴，表妹进门后定会感念夫人的恩德。好，沈郎记住今日的话便好。沈赫，这门你是进了，可这沈家的大门，你怕是再也出不去了。放开我！我要见老爷！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奴才，沈郎要娶平妻了，你们就敢拦着我了，是不是？姨娘，爷正在书房议事，吩咐了谁也不见啊！胡说！他是在躲我，他心虚了。沈赫，你给我滚出来！你把话说清楚！闹够了没有？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泼妇的样子，还有半分体统吗？沈赫，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耍我？你口口声声说让我当这府里的女主人，结果一转头，你就要风风光光娶沈依依进门当平妻。那是为了沈家的名声，是为了堵住外头的悠悠众口。放屁！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对不对？你想要他的钱，想要他的名，甚至想要他的人，这便是你真正的目的，对不对？沈赫，你果然一直在骗我。你爱怎么想，那便这样想吧。你说什么？你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了。事实摆在眼前，既然你已经认定了，我说再多又有何用？往后你便在这屋里好生待着，莫要再出来丢人现眼。沈赫，你以为你真的能如愿以偿？报官在这方寸之地，能死
可别忘了，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若是沈依依知道你从头到尾都在利用她，连那南珠都是你算计她的家产，你猜她会怎么想？对了，还有咱们那位高高在上的蒋夫人，若是让沈初离知道，当年春日游园落水，你们所谓的英雄救美，全是你沈赫为了攀龙附凤精心算计好的戏庙。你猜太子太傅府会不会放过你？闭嘴！你给我闭嘴！周柔儿，我看你是真的疯了，你是存心想拉着我一起死吗？沈郎，肚子，我的肚子好疼。表嫂，这是怎么了？听说是沈赫亲自动的手，他这一巴掌下去倒是利索，直接把周姨娘打得小产了。大夫，救我！救我！保住我的孩子，那是我和沈郎唯一的孩子，求求你保住他！沈赫，这一巴掌下去倒是利索，真是报应。哼，那是他亲手打掉的子嗣，他当然得受着。沈大人，尽力了，孩子没能保住。我只要相信，是想孩子累了，这也照到了。自从清醒后得知孩子没了，周姨娘就大病了一场。现在她倒是安静了，整日不出院子半步。他如今这副心如死灰的样子，倒也真清静。沈赫倒是勤快，隔三差五就往里跑。看又如何？这一巴掌扇断了孩子，也扇断了他们那点自以为是的深情。他们两人的感情，终究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夫人，偏殿那边周姨娘递了消息过来，说大婚前想去一趟香积寺，给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祈福烧香。香积寺。表嫂，表嫂，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手也冷得厉害。香积寺，又是香积寺。他想去便让他去就是了，去求个心理安生也好，左右跟我们没有关系，你别多想。许是最近操持婚事太累了。沈郎，夫人，我看他身子骨还没好利索，这一路颠簸，我不放心，送送他便回来。沈郎当真要去？就这一回，我去就来，绝不耽误正事。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留下钱财，饶你们不死！救命！来人啊！救命啊！沈夫人节哀，我们在去往香积寺的半路上，发现了沈大人的马车，生怕做挡害。沈郎他怎么样了？沈大人与周姨娘半路遭了土匪劫持，两人身中数刀，被发现时已经没气儿了。死了，真的死了。既然人已经没了，那就劳烦差爷按规矩办吧。表嫂，我就知道你睡不着。这是什么？这是我这些日子找人收集来的，沈赫这辈子所有的秘密。口供？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沈赫以为他能瞒天过海，却忘了这世上只要做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现在他死了，这些东西也该见见光了。表嫂，你也应该猜到了吧？今日在香积寺山道上要了沈赫命的那伙山匪，其实是周姨娘亲手找来的。周姨娘，
他竟然……我一直派人在暗中盯着，不过那些陈年往事埋得太深，我费了不少劲儿，终究还是不得其所。那后来又是如何查到的？直到周姨娘提议要去香积寺的前几日，我截获了消息，得知她竟然偷偷将自己所有的私产贴钱全给了她一个远房外家的哥哥。外家哥哥，我留了个心眼儿，找人画了他外家哥哥的画像，拿到前世见过那伙土匪救人面前一认，这才得知了真相。那所谓的哥哥，根本就是前世害死我们的土匪头子。所以周姨娘不仅知道沈赫联系了土匪，甚至还打算用自己的命拉着沈赫一起去死。自从小产之后，他那副样子，怕是早就不想活了吧？没错，他知道沈赫薄情，也知道自己再无指望，便索性用这最后一点家当买通了那些亡命之徒，要在前世我们惨死的地方跟沈赫做个了断。香积寺土匪数刀致命，这一世竟全都还到了沈赫自己身上，这也算死得其所了。表嫂，你说这人是不是很疯？周姨娘那是真爱沈赫，爱到骨子里去了，爱到要拉着他一起下地狱。是啊，他宁可跟沈赫死在乱刀之下，在那荒郊野外做一对野鬼，也不愿意清醒地接受沈赫根本不爱他这个事实。他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沈赫算计了一辈子，利用你我的家世权势，说是在为周姨娘谋求一生，结果呢，他这辈子最得意的算计，最后却让他死在了自己最想护着的女人手上。不过今生大仇得报，那些恶心的人和事都随风散了。依依，我们也算求得圆满了。